周一，台外事部门称，韩国政府应考虑两岸关系，上周四临时取消台行政部门政务委员唐凤原定在2021第4次工业革命全球政策会议的所谓在线演讲邀请。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扬言已向韩方表达强烈抗议。韩国外交部官员周二就指出，此举是综合考虑各种条件后做出的决定。韩方与台湾地区保持非官方务实交流的基本立场不变。第4次工业革命委员会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于2017年颁布成立的，其主要职责是研议并协调人工智能与数据等新科技发展，从国家层级发展第4次工业革命相关产业。今年9月，该委员会邀请唐凤在12月会议的社会创新场次，以台湾的数字社会创新为题发表所谓演讲，结果被韩国政府临时取消。消息一出，台外事部门立即发布新闻稿，并宣称已召见韩国所谓驻台北代表处，表达强烈不满。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补充道，韩方是以电邮通知唐凤办公室临时取消所谓邀请，给出的原因是考虑两岸关系各层面。不过，韩联社报道称，韩国外交部事前没有得知唐凤将受邀出席研讨会。另外，对于中方是否介入此事的提问，韩外交部官员给出了否定回答。我想呢，这就反映出来啊，韩方非常大的一个担忧啊，是怕这样的一次会议啊，台湾方面的演讲人啊，夹带台独私货，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台独化，给中韩关系啊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岛内相关人士就认为，主要原因其实是之前唐凤在所谓民主峰会上的黑历史，让韩国感到不安。因为先前就唐凤在跟美国这边的线上的峰会那让美国认为说这个人呢是不合格的，因为呢他会让美国认为说有所谓的破坏了零意外的一个外交政策那所以南韩这边呢也取消了跟唐凤之间的演讲。本月10日，唐凤作为民进党当局所谓代表参加美国组织的所谓民主峰会时，因为发言过程中使用不同颜色标示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地图，其视频画面被美方当场切断，仅剩音频及一张职位介绍卡。发言最后，画面中一度出现免责声明，宣称再次表达的任何意见都属于个人行为，不代表美国政府观点。有消息人士称，白宫快要窒息了。台湾《中国时报》讽刺唐凤是政治白目的极限，并表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即使坚若磐石支持台湾，也有其极限。对于民进党当局在涉美和涉韩前后不一的表态，中国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蔡正元就讥讽，美方关掉唐凤的演讲，民进党有抗议白宫吗？因为没有那个狗胆。一方面呢，就是台湾当局跟韩国的关系啊，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密切。岛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势力啊，对韩国呀，甚至还存在着一些偏见，而且呢，台湾当局啊也开始炒作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大陆的介入，要想通过打两岸牌啊，给自己找回面子，同时呢，引导岛内的民众啊，向着这个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去做。唐凤一直是台湾的话题人物，原名唐宗翰，是一位跨性别者。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唐凤被认为是民进党当局的水军头目。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时，唐凤曾参与黑客团队架设相关网站，将运动期间的所有言论直接播出、记录和存档，煽动台独分子的气焰，进而帮助蔡英文在此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当选。2016年，唐凤被蔡英文当局招揽为台行政部门政务委员，负责督导数字经济与开放政府发展。按照台当局政治架构，唐凤的层级并不高，然而唐凤在蔡英文团队中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港媒报道称，香港修例风波引发的暴力事件中，唐凤就坐镇指挥乱港网军兴风作浪。就在演讲遭韩国放鸽子之后，台湾中天新闻就此事在街头进行了随机调查，给出的5个选项，超过一半的民众都选择了承认吧，台湾只是美国爸爸的一颗棋子。美国是爸爸，你不能得罪爸爸，所以美国人对你再怎么失礼，你也不敢讲话对韩方突然叫停台湾官员唐凤预定视频演讲，蔡当局表示所谓强烈抗议，您要怎么看？唐凤此前在美方所谓民主峰会发言被美强行掐断，一在海外碰壁，意味着什么呢？我注意到几乎所有舆论都在将韩方取消唐凤的视频演讲，跟早前在全球民主峰会上美国白宫官员掐掉唐凤演讲的画面
这两件事情呢相提并论。而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几个本质性的不同。其一是，美国白宫官员掐掉唐凤演讲的视频画面，是因为蔡英文当局搞了表动作，也就是企图在画面中展示中国大陆与台湾一边一国这样的敏感图片，并因此而触犯了美国的一中政策，引起了美国官员的不快。然而在这次事件中，蔡英文当局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或者至少是没有机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其二，美国邀请唐凤出席的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非常强的活动，而韩国第4次工业革命委员会邀请唐凤出席的，这是一个纯粹经济性的活动。以往蔡英文当局在国际上出席类似经济活动的时候，并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而这一次却踢到了铁板。第三，在全球民主峰会上，美国白宫官员虽然掐掉了唐凤演讲的画面，但还是保留了其发言的声音，而韩国则是直接取消了唐凤演讲的资格。第四，在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白宫为了照顾蔡英文当局最后的脸面，选择了不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后来是英国路透社把这件事情给捅了出来，而韩国则是公开宣布取消了唐凤的演讲资格，并且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样做是因为顾及到了两岸关系。也就是说，美方仍然是支持蔡英文当局拓展所谓国际空间的，只是不想支持台独，而韩方则压根就不想让蔡英文当局利用韩国拓展任何的国际空间。因此，这对于蔡英文当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么，韩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认为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现实的考虑。因为中国有两岸问题，韩国也面临着半岛问题，而且在半岛问题上，韩国有求于中国。尤其是即将卸任的文在寅总统，正在全力促成韩朝双方签署中正宣言，以为自己的5年执政留下一个重要的政治遗产。而要签署中正宣言，没有中国在背后做朝鲜的工作，甚至是没有中国的直接介入，是不可能完成的。而韩国在介入台湾问题上保持高度克制，也就再度印证了我早前的一个判断，即在美国正极力拉拢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打造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大背景下面，中国积极介入半岛问题，也是一张可以撬动亚太局势、反制美国印太战略的一张牌。说得更具体一点，我认为介入半岛局势是中国分化瓦解美国结盟战略的一张牌。它可以在日本与澳大利亚已经完全倒向美国一边的情况下，确保韩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或者至少在加入印太战略与介入台海局势上不得不有所顾忌。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